中国航母杀手击中西沙靶船证实，前海军大校还透露一些细节，美军官曾找上门抗议，为何美军反应如此强烈？敬请关注本期节目。早在8月26日就有消息传出，我国火箭军一枚东风26B 反舰弹道导弹从青海发射，另一枚东风21D 反舰弹道导弹从浙江发射，飞行数千公里抵达我国南部海域南沙群岛附近，并成功击中了该海域的靶船。最近，我国前海军大校证实这件事，并首次透露了一些细节。据南华早报近日报道称，著名军事专家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、前空军大校王相穗在莫干山论坛上透露，2枚航母杀手精准击中预定目标。中国为何派出航母杀手展示军事力量？事实上，在前段时间，美国航母频繁现身我国周边海域。在7月4日，美海军表示已部署了尼米兹号和里根号航母2个航母打击群，并在周边海域进行大型联合演习，以支持自由和开放的印度太平洋。报道认为，火箭军向美军航母活动的海域发射航母杀手，是在向美国发出警告，不要承担任何军事风险。这些对抗标出了底线。其实，在发射2天后，美军就坐立不安，美军 U-2间谍机未经批准就进入了演习禁飞区。此外，王相穗教授还透露，不久后驻日内瓦的美军官曾向我们表达抗议，称如果导弹击中了美国航母怎么办？那将会导致严重的后果。美军官找上门来抗议，正说明航母杀手威力有多大。据悉，这次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同时命中西沙群岛附近上时速达21节的移动靶船。一般情况下，由于载入大气层时速度太快，弹头表面和空气摩擦会形成一层等离子体，屏蔽制导信号及黑障现象，这会导致导弹飞行末端难以通过制导击中移动目标，所以弹道导弹只能保证打击固定目标的精度。然而，东风26B 和东风21D 却成功击中高速移动目标，可能都是采用了远端自主复合制导，命中精度非常高，指哪打哪。更需要注意的是，这2枚导弹还不是从岸边发射，而是从遥远的内陆发射的，这意味着不用遭受近海岸打击风险，从内陆纵深安全地带就能从容发射多枚导弹，对目标大型舰艇进行饱和打击。如果美国想在印太地区挑起冲突，那么整个西太平洋都将变成航母禁航区。这也难怪美方反应如此强烈，因为他们知道中国导弹对美国军舰具有真正的威慑作用，美航母的传统优势将被消除。果然是年轻人不讲武德。意大利研究所一项重大发现，或重塑新冠疫情时，中国是世界吹哨人，西方某些政客脸都被打肿。敬请关注本期节目。截止到11月17日6时，全球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高达5528万2296例，而在欧洲、美洲等地区，第2波疫情更是来势汹汹。作为全球累计确诊病例最多的国家，美国病例早已经超过了1000万大关。由于最先发现新冠病毒，在整个疫情期间，西方关于中国的诋毁只增不减。但是最近意大利研究所有个重大发现，西方某些政客脸都被打肿了。据路透社16日报道称，意大利米兰国家癌症研究所最新一项研究显示，新冠病毒在去年9月就开始在意大利传播，远早于武汉出现疫情的时间。在2019年9月至2020年3月，有959名身体健康的志愿者参与一项肺癌筛查实验，并留下了血液样本。之后研究发现，有111人在今年2月份前就出现了新冠病毒抗体。研究报告指出，这一发现可能会重塑疫情大流行的历史，而在此前就有很多研究表明，新冠病毒出现时间早于武汉疫情爆发时间。在6月份的时候，意大利国家卫生研究院研究表明，在2019年年底收集的米兰和都灵以及今年1月份收集的博洛尼亚污水样本中发现了新冠病毒。此外，在英国曾有一项基因研究发现，经过对数千名新冠患者身上病毒进行基因分析，发现去年年底新冠病毒可能就已经全球传播。而在今年9月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院一项研究发现，在2019年12月，新冠病毒就已经在洛杉矶出现。美国新冠肺炎首例出现时间可能比公布还要早。事实上，越来越多权威科学研究表明，很多国家早在武汉出现疫情之前就出现了新冠病毒，但是西方媒体却集体嘘声，西方某些政客选择性忽视，还在不断向中国泼脏水，甚至还恬不知耻要求道歉还赔偿。这些天天喊着人权自由的西方国家，却是对最基本人权、生命权最不负责任的国家，其结果就是本国感染新冠病毒人数和死亡人数都居于世界前列，政客弄权，民众遭殃。同时，这也证明中国是世界上对本国乃至全球人的
生命安全最负责任的大国，但是这个世界吹哨人却仍然还在被抹黑误解。金灿荣教授曾说过，这病毒就像个流寇，到处作案，咱国家是第一个把它抓到的，不感谢就算了，却还倒打一耙，估计也是看中国新冠疫苗快出来了，才来表示善意吧。台军一架 F-16战机起飞2分钟后失踪，战术奏效了，台防长预言或成真。敬请关注本期节目。继10月29号台军一架 F-51战机发生坠海事故后，还不到20天，台军又损失了一架战机，只是这次有点异常，活不见飞行员，死不见战机机身，直接失踪了。难道是我们的战术奏效了？11月17号，多家台媒报道称，在当天，台空军一架夜航训练的 F-16战机在18时5分从花莲起飞，在18时07分，在其机场东北面9海里雷达光点消失，这才刚起飞2分钟就失联了。目前正在搜救中，事发突然并且蹊跷，这也引发了外界多种猜测。据悉，这次失联的44岁蒋正志是一个经验老练的战机飞行员，飞行总时数2230小时。对此，对岸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表示，95%是非人为因素造成的这次事故。这似乎表明台军认为这是 F-16战机由机械故障原因。在去年，台军曾和美国达成协议，采购66架最新款 F-16V 战机，陆续在2020年到2026年交付。如果这批交付完成，台军将会有210架 F-16型战机服役。最近，美队台军军售中就包括升级这些 F-16V， 但还没来得及升级就发生了事故。其实，在 F-5坠机后，台空军就爆出很多战机老化严重的内幕，比如 F-5失事飞行员发现头部有重创，极有可能和弹射系统有关。对此，岛内有消息人士指出，这些年不断花大价钱购买新武器，却舍不得花小钱提升老装备的安全系数，造成更多的伤亡。军人不怕战死沙场，却恨被老旧装备害死。这让人联想到去年日空自一架 F-35战机和这次失联的细节重合度很大。当时外界怀疑是美国战机的老毛病，供氧系统出现问题，导致飞行员缺氧昏迷，而台军又爱接盘美军淘汰的二手货装备，收到美国问题货的可能性很大。但是岛内也有另一个观点指出，虽然飞行员经验老道，但毕竟是人，会疲累，会精神恍惚。最近这段时间，解放军军机频繁前往台海巡航活动。对于解放军接连打卡，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表示，从清晨到夜晚都来，让台空军战备必须时刻保持紧绷，这是在疲劳台军。他的预言或成真。此前台军5年12起意外，飞机失事就占了7起，而20天时间不到，台空军就损失了2架战机，似乎是战术奏效了。岛内还有一个有意思的观点是，会不会开着飞机到大陆机场？若美军新发起核打击，中国难以发起第2次核反击。面对美国核军备竞赛，俄罗斯怎样支招？敬请关注本期节目。中美关系正日益向对抗方向发展。近日，美国前国务卿再次呼吁拜登应该迅速采取行动，恢复沟通，不然会出现升级为军事冲突的危机。由于武器更新换代，世界将陷入堪比1战的灾难，其中最危险的就是核武器。而美军最近这些年重点发展低当量战术核弹，就是想降低核战的门槛。如果美国率先发起核打击，我们如何应对？中国空军退役大校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王兴穗近日指出，发起核打击一直是美国最优先，但是由于我们核武库的变化，美国面临越来越多不确定性。在美国一直有一些声音，中国核弹头数量极少，并且只有一种核弹头能够在美国的核打击下，能够2次核反击到达美国的土壤。他们说法似乎就是去年亮相的登峰41导弹。若美军新发起核打击，中国真的只有一种核弹头能反击？对此，王兴穗教授表示，这些主张显然是胡说八道。由于中国一直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战略，所以如何保证中国在对手第1轮核打击过后，仍然保有第2次核反击能力，则成了国家安全的首要问题。为此，多年来中国不断调整和投入建立可靠的2次核反击能力，来应对可能的核袭击。不仅是陆基洲际弹道导弹，中国研发了更多先进的弹道导弹，扩大了周边海域的水域堡垒，其弹道潜艇能够安全航行。在2015年，中国在094A 核潜艇
艇上装备了巨浪2弹道导弹，其后继型巨浪3航程预估超过12000公里，再加上潜艇航程能够覆盖美全境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王清穗首次透露并证实，前段时间解放军的东风26B 和东风21D 航母杀手导弹成功击中一艘在南部海域的标靶，这些核力量建立了坚固的海上核能力，向美国发出警告，不敢有任何军事冒险。此外，在2018年，央视曾报道称，军方在全球范围内修建了一条5000公里的地下长城，用来隐藏、部署和发射核反击部队。更何况，我们还发展出了东风时期高超音速武器，能够击破美国现役几乎所有反导系统。但是，美国近些年发展大量的战术核导弹不能忽视，美国正迫使大国参与核军备竞赛。对此，俄罗斯军工信使报道称，要想遏制华盛顿优势，那么就展示并测试一下能够摧毁美国的核武器，着重在核武的突防能力上下功夫。